把600卷压成260字，心经丢掉了什么？600卷是多少？玄奘花了约3年翻译《大般若经》，这部经的汉译本超过500万字，大约是《红楼梦》的5倍。然后有人从这500万字里提炼出了260个字，叫做心经，压缩比大约是2万比1。你现在脑子里的直觉可能是这样的，那大般若经里一定装满了无数种不同的智慧，毕竟那么多卷，心经一定只保留了精华的1/1000。我来告诉你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事实，大般若经600卷里前5会的内容讲的是同一件事，核心教义完全一样，只是措辞和表达方式不同。佛学里有个词专门形容这种现象，叫异同文异，同义不同文，翻译过来就是600卷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用不同的话说同一件事。这不是失误，这是设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这一期我们讲大般若经，讲那个被压缩成心经之前的原材料到底是什么。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把600卷压成260个字，有什么东西消失了？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那期心经，你已经知道心经的结构核心是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不是我们通常以为的空。今天我们往上游走，看看那600卷到底是什么，以及那个压缩的动作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先说背景，大般若经不是一部单一的经典，它是一组经典的合集。玄奘把这组经典翻译成中文，分成了16会4个地点，16次法会的记录合在一起就是600卷。这个合集里包括你熟悉的金刚经。金刚经的全名叫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，它是大般若经的第9会，也就是这套合集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同样的般若教义，先有600卷的完整展开版，再有5000字左右的金刚经，最后才有260字的心经，一共3个尺度，越来越精简。这16会里，头5会讲的是同一套般若教义，越往后越简略。第1会有400卷，之后的篇幅越来越短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部厚到离谱的授课记录。同样的课，老师对着不同的学生讲了一遍又一遍，每次用词不完全一样，每次的听众和场合不一样，但核心内容是同一套。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要重复？这里有一个佛学里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方便。方便在现代汉语里是我们日常说的那个意思，但在佛学里完全不同。方便是针对具体情况的精准适配，用什么方式对什么人在什么时机说什么话，让对方真正能接收到那个智慧，这叫方便。佛教有一个说法叫84000法门，不是说智慧有84000种，而是到达同一个智慧的路有84000条，每一条都是为不同类型的心量设计的。大般若经的大量重复正是这个逻辑的具体实现。同样是诸法皆空这个核心洞见，对一个执着于物质的人，要从日常生活的无常切入；对一个执着于逻辑推导的人，要用因缘的分析来讲；对一个已经有相当修行基础的人，可以直接讲究竟空性，不绕弯子。同样的内容，对象不同，包装不同，入口不同。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？同一个道理，你以前听100次没什么感觉，但在某一天某一个特定的处境里，有人用了一个你从没听过的说法，突然就通了，那就是方便。不是那个道理变了，是那个表达方式恰好对准了你当下的状态。大般若经的600卷就是在为无数种不同的状态预备无数种不同的对准方式。600卷是为了照顾600种不同的心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引入一个现代视角，因为这让整件事变得格外清晰。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概念叫知识蒸馏。你有一个巨大的模型，通常叫教师模型，它有数千亿个参数，能力极强，但运行成本极高。然后你训练一个小得多的模型，叫学生模型。学生模型不是直接从原始数据学，而是向教师模型学。它观察教师模型如何处理各种输入，
模仿它的输出规律，把教师的智慧蒸馏到自己更紧凑的参数空间里。好的知识蒸馏能让学生模型虽然参数只有教师的 1%， 但在核心任务上达到教师90%以上的性能。现在你发现了什么？大波惹经是教师模型，心经是学生模型。大波惹经之所以重复，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面向无数种不同输入的教师，他需要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向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展示同一个核心智慧。而心经做的事情不是把大波惹经文件压缩了一下，而是把那个核心智慧从所有的表达方式和教学适配层里剥离出来，提炼成纯粹的与具体听众无关的本质。我在之前讲陀罗尼那期用过压缩及智能这个框架，那期讲的是声音序列的压缩。今天这里更精确的说法是知识蒸馏，不是文件压缩。这两件事有本质区别。文件压缩的逻辑是把原始信息完整保留，只是用更经济的编码方式存储。打开压缩包，原始信息一字不差还在那里。知识蒸馏的逻辑完全不同，教师模型的具体表达被丢弃了，保留下来的是更深层的智慧结构。学生模型能做老师做的事，但它不是老师的缩小版，它是老师所有知识和经验消化之后的提炼物。这意味着一件事，你没有办法从心经里还原出大波惹经。那600卷里大量具体的教学情境，针对不同根器的方便法门，对话中逐步递进的理解过程，这些东西被有意识地移除了，留下来的是核心智慧的形状，而不是核心智慧的全部展开。这就是心经到底丢掉了什么。我把它分成3层。第一层，丢掉了情境。大波惹经里每一段教义都有明确的背景，什么时候讲的，对谁讲的，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这些情境不是装饰，它们是智慧落地的条件。同样一句话，在不同的时机对不同的人说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。色即是空这4个字，对一个刚刚失去至亲的人来说，和对一个正在计划创业的人来说，它能起到的作用不一样。心经把情境全部抽象掉了，只剩下结论。第二层，丢掉了过程。大波惹经里有大量的对话，弟子提问，菩萨回应，层层递进。这个对话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训练，它展示的不只是结论，而是如何思考才能到达这个结论的完整路径，如何从一个错误的认识一步一步地被导向正确的方向。这个路径在大波惹经里是可见的。心经只给了目的地，没有给地图。第3层，丢掉了方便。大波惹经充满了针对具体情况的精准适配。对执着于有的人讲空，对执着于空的人讲不空，对畏惧修行很难的人讲一行道。这些方便是完整教育体系的一部分。心经把这些全部移除，只保留了所有方便法门背后那个核心结构。现在来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细节，而且这个细节在学界一直有争议。关于心经的起源，部分西方佛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看法。美国学者南提尔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，提出现在流传最广的玄奘版心经极有可能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，而是在中国本土编撰的。他提供的证据是心经的核心段落和鸠摩罗什更早的汉译本高度吻合，但和梵文原点却有出入。这在翻译逻辑上是说不通的，因为如果是从梵文翻译，应该和梵文更接近才对。更进一步，他推测这个编撰者很可能就是玄奘本人。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那个把600卷压缩成260字的人，就是翻译这600卷的人。玄奘花了约3年翻译完大般若经，然后用他对这套经典的彻底理解，写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提炼版本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背诵的心经。这不再是翻译的关系，而是学生彻底消化了教师之后，写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总结。这个说法是否准确，学界争议仍在继续。日本和部分中国学者持不同意见。
我不是在断言它就是真的，但这个争议本身极有启发性，它提示我们，即使是最经典的佛学文本，它的形成过程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创造性，更有人的手在里面。好，说到这里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每天背诵心经，但真正理解它的人极少？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？一个人把心经背得滚瓜烂熟，但当他真的遇到人生里的苦，他根本不知道那260个字和眼前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背着背着，他就变成了一段纯粹的声音，没有意义可以落地。我认为这正是因为心经是一个没有附带训练数据的学生模型。当你打开一个经过知识蒸馏的人工智能模型，你可以和它对话，它能给你有用的回答。但如果你想知道它为什么这样思考，它的内部逻辑是什么，你需要去看它的教师模型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。心经就是那个学生模型，你背诵它，念诵它，有它特定的效果。但如果你想真正理解它在说什么，你需要它的训练数据，也就是大般若经。那些具体的情境，那些逐步展开的对话，那些针对不同根器的方便法门，这或许解释了一件事，历史上对心经有真正深刻理解的修行者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研读了大量般若类经典之后才达到那种理解的。他们不是背诵了260字就通了，而是把那600卷的背景装进脑子里，然后当他们再看260字的时候，每一个字背后都站着那600卷。换句话说，心经能被理解的前提是你已经知道它省略了什么。这句话停一停，值得回味一下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把这个洞见推向一个更宽的地方。也许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大般若经和心经的关系，而是所有经典和所有格言之间的关系。每一句流传千古的格言背后都有一部被隐去的600卷。无为而无不为背后有道德经5000言，5000言背后有老子一生的观察。知行合一背后有阳明先生的全部著作，那些著作背后有他被贬龙场，一次次被打击，一次次重新寻找的真实历程。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260字，但那260字背后站着一个完整的人和他所有的遭遇。我们今天获取知识的方式越来越像是在大量阅读心经，越来越少有人去读那600卷。信息的密度在上升，但那些高度浓缩的信息是从大量情境、大量方便、大量对话过程提炼出来的东西。没有那些原始背景，提炼物本身会悬浮在空中，好看，但落不了地。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去读600卷，我是说，当你手里拿着一个被高度压缩的智慧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是被压缩过的，你要知道它的背后还有什么。知道你不知道什么，本身就是智慧。这让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，你生命里有没有某个时刻，你以为自己理解了一件事，结果在某个具体的处境里，你才发现你只是记住了那个心经，但你不知道怎么用。那个落差就是600卷和260字之间的距离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压缩本身的代价。把它落地的方式只有一种，就是把具体的生活情境重新接回来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有没有某个你一直觉得自己懂的道理，结果在某一天，在某一个具体的时刻，你才真的懂了？那个之前的懂和之后的懂之间隔着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很好奇大家的故事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